全球气温骤降40度那天，我正在出租屋里啃泡面，手腕上祖传的破玉突然炸开，把我吸进了一片3亩地的空间，自带温泉，自带黑土地，还有一棵挂满果子的老桃树。外面零下60度，冰封万里。我裹着小被子，在空间里种黄瓜、养母鸡、泡温泉。隔壁避难所的人啃树皮啃得脸都绿了。我从空间出来，嘴角还挂着西瓜汁。室友瞪大眼睛，你怎么还胖了？我低头看了看，好家伙，末日第7天，我重了8斤。我觉得这是不太好解释。更不好解释的是，我怀里那只母鸡突然当着全避难所的面下了个蛋，金色的。咯咯哒，尖锐的鸡叫声划破了避难所死寂的空气。当啷，声音清脆的吓人。整个地下避难所上百号人，所有视线都粘在了那颗蛋上。金色的蛋在昏暗的应急灯下闪着不属于这个末日的光。我室友林月，我最好的闺蜜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，不是金蛋。林月死死盯着地上那颗金光闪闪的蛋，她饿得凹陷的眼眶里爆出贪婪的红血丝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打王大妈呢？现在是末世，大家应该互相帮助啊！你既然有鸡，就拿出来煮锅汤，让大家暖暖身子吧。他几句话就把我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。门外的幸存者们纷纷附和，就是啊，太自私了。我们都3天没吃东西了，他居然还养鸡，把鸡抢过来。赵浩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，苏一你别闹了，现在不是你耍大小姐脾气的时候，把鸡交给避难所统一分配，这是规矩。我冷笑出声，规矩？谁定的规矩？这鸡是我的，我凭什么给你们？赵浩皱起眉头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？淼淼都饿晕过去2次了，你连亲妹妹都不管吗？我举起剔骨刀指着赵浩的鼻子，她是我继母带来的拖油瓶，算哪门子亲妹妹？再说了，她饿死关我屁事，你们这对狗男女少在我面前恶心人。苏淼淼眼眶一红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还在怪我跟浩哥在一起，可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，你就算恨我也不能拿大家的命开玩笑啊。人群中几个饿急眼的壮汉开始往前挤，跟他废什么话直接抢。其中一个光头男人伸手就来夺我的刀，我侧身躲过，手腕一翻，刀刃直接在光头男人的手臂上划开一道血口子，鲜血瞬间涌了出来。光头男人捂着胳膊惨叫，周围的人吓得纷纷后退。我冷冷地扫视着这群饿狼，不怕死的就上来，我保证你们连鸡毛都摸不到。王大妈躲在人群后面大喊，他就一个人，我们一起上，打死他吃鸡肉。几个人蠢蠢欲动，我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防风打火机，另一只手拿起桌上的一瓶医用酒精，拧开瓶盖，把酒精全泼在门口的地面上。来啊，大不了一起烧死，谁也别想活。浓烈的酒精味弥漫开来，所有人都不敢动了。赵浩咬牙切齿地指着我，苏一你疯了！我啪的一声按燃了打火机，火苗在空气中跳跃，滚出去！3、2，赵浩拉着苏淼淼转身就跑，王大妈也连滚带爬地挤出人群。不到10秒钟，门外的人跑得干干净净。我一脚把林月踹出门外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，反锁，把柜子推过去顶住门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把母鸡放在地上，母鸡咯咯叫着走到墙角拉了一坨屎。我拿着那颗金蛋仔细端详，金蛋表面布满了奇怪的纹路，摸起来温热烫手。意念一动，我带着金蛋和母鸡回到了空间，空间里温暖如春，远处的老桃树又结了新果子。我把金蛋放在温泉旁边的黑土地上，转身去拔了2根水灵灵的黄瓜，咬了一口，清脆多汁。外面的世界还在挨饿受冻，我却在空间里思考今晚吃麻辣火锅还是清炖排骨，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。我在空间里睡了一个好觉，醒来时看了一眼手机，外面已经是末日第8天，气温降到了零下65度。我穿上厚厚的保暖内衣，外面套上羽绒服，离开空间回到出租屋。屋里的水管已经冻裂了，墙壁上结满了厚厚的冰霜。我呼出一口白气，走到门边听了听外面的动静，走廊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呼啸的风声。我回到空间，端出昨天晚上没吃完的自热小火锅，加上一块牛油底料和几片肥牛，重新加热。浓郁的火锅香味瞬间在冰冷的房间里散开，这香味顺着门缝飘到了走廊里。没过5分钟，门外就传来了挠门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疯狂抓挠木板。接着是王大妈虚弱又贪婪的声音，苏一你在吃什么？好香啊，给我吃一口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要饿死了。我端着火锅走到门后，大口吸溜着沾满红油的宽粉，故意发出很大的咀嚼声。我在吃麻辣火锅啊，肥牛卷可嫩了。门外的吞咽声此起彼伏，林月的声音也响了起来。苏音，我们好歹做过室友，你让我进去吧，我保证不抢你的鸡，我只要喝一口汤就行。我夹起一块毛肚放进嘴里，昨天你不是还要带人抢我的东西吗？现在装什么可怜？赵浩的声音紧接着传来，苏音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大家都在挨饿，你一个人吃独食不怕遭报应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报应？末世里活下去才是硬道理，你们有本事也去变一锅火锅出来啊！苏淼淼在门外哭了起来，姐姐我真的好饿，浩哥为了保护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你就算恨我也请你给浩哥一口吃的吧。
这绿茶段位真高，都这时候了还不忘力申请小白花人设。我把火锅汤底直接顺着门缝倒了出去，滚烫的红油汤底流到走廊的冰面上，瞬间冒出一阵白烟，门外立刻传来一阵疯抢的声音。我听着门外狗咬狗的动静，心情大好，这就受不了了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我回到空间去查看那颗金蛋，金蛋周围的黑土地居然变成了赤红色，蛋壳上的纹路越来越清晰，甚至能隐隐看到里面有红光在流动。我伸手摸了一下，烫得我猛地缩回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就在这时，空间外面传来了剧烈的砸门声，不是用手拍，是用重物在砸。我立刻出了空间，门板被砸得摇摇欲坠，顶在门后的柜子也被震得往后退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是避难所3区管理员张虎，现在依法征用你的房间和所有物资，马上开门，否则我们破门了。张虎，那个末世前放高利贷，末世后拉帮结派的恶棍，看来是赵浩他们把张虎招来了，想借刀杀人。我握紧了手里的剔骨刀，门板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断裂声，一把消防斧劈开了木门，木屑飞溅，张虎那张满是横肉的脸从破洞里露了出来。他看到我一个人站在屋里，眼里闪过一丝淫邪的光。小娘们长得还挺水灵，乖乖把吃的交出来，虎哥我还能留你一命。我没废话，直接端起桌上一盆刚烧开的洗脚水，顺着破洞全泼在了张虎脸上。啊！张虎爆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，滚烫的开水混合着他脸上的冻疮，瞬间烫掉了一层皮。他捂着脸在门外疯狂打滚，给我砸！把门砸开，我要弄死这婊子！门外的几个打手开始疯狂劈门，我退后2步，从空间里拿出一把强光手电筒，调到爆闪模式，对准门外的破洞。强烈的闪光让外面的打手瞬间致盲，他们挥舞着斧头乱砍一气，其中一个打手一斧头砍在了另一个打手的腿上，走廊里顿时乱作一团。我趁机从破洞里伸出剔骨刀，精准地扎进了一个打手的手背，那人惨叫着扔掉斧头。我冷冷地看着门外那群瞎子，不怕死的继续砸。我屋里有的是开水和刀子。张虎被小弟扶起来，半边脸烫得通红，起满了水泡。他咬牙切齿地指着我的门，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看你能躲在里面多久，把这层楼的水电全给我断了，冻死他。走廊里渐渐安静下来，屋里的灯闪烁了2下，彻底熄灭了，暖气片也迅速变得冰凉。他们以为断水断电就能逼死我，真是太天真了。我转身进入空间，脱掉厚重的外套，跳进热气腾腾的温泉里，舒服地叹了一口气。温泉水不仅能驱寒，还能缓解肌肉的酸痛。我靠在池边，闭上眼睛，突然感觉到一股热流从黑土地那边传来。我猛地睁开眼，那颗金蛋裂开了，金色的蛋壳碎裂成几块，一只浑身赤红、没有一根杂毛的小鸡仔从里面钻了出来。它抖了抖身子，张开嫩黄的小嘴，打了个嗝，一小团火苗从它嘴里喷了出来，直接把旁边的一颗大白菜烧成了灰。我愣在原地，这哪是母鸡下的蛋，这简直是个喷火龙啊！小伙鸡迈着摇晃的步伐走到我脚边，用毛茸茸的脑袋蹭了蹭我的脚踝，一股惊人的热量顺着它的身体传导过来，我甚至觉得有点烫，这简直是个行走的暖宝宝。我把它抱起来，它乖巧地窝在我掌心，闭上眼睛打起了呼噜，呼出的气都是热的。我仔细检查了它吃剩下的蛋壳，发现蛋壳内部有一层晶莹剔透的薄膜。我试着撕下一小块薄膜放进嘴里，入口即化，一股暖流瞬间游走遍全身，原本因为在外面受冻而有些僵硬的手指立刻恢复了灵活，甚至连体力都充沛了许多。这金蛋绝对是个宝贝。我把剩下的蛋壳小心翼翼地收好，有了这只小火鸡，我在外面的抗寒能力将大幅提升。在空间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，外面已经是末日第9天。我抱着小火鸡出了空间，刚一出来就感觉到刺骨的寒意，气温恐怕已经降到了零下70度。房间里的水杯已经冻成了冰坨子，窗户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。我把小火鸡塞进羽绒服里，胸口立刻传来一阵源源不断的热量，根本感觉不到冷。我走到门边，门板被砍得破破烂烂，只能勉强挡风。我透过缝隙往外看，走廊里躺着2具僵硬的尸体。我刚准备转身回空间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，有人在靠近我的门。我屏住呼吸，从空间里摸出一根棒球棍，门缝外伸进来一根铁丝，在试图拨动我坏掉的门锁。我猛地拉开门，举起棒球棍就砸了下去。啊！一声尖叫，是林月，他手里拿着一根铁丝，头上挨了一棍子，鲜血直流。他捂着头惊恐地看着我，苏依，你疯了？你要杀人吗？偷东西偷到我头上了，你这只手不想要了吧？林月疼得惨叫连连。我错了，苏音，我错了，是淼淼让我来的。他说你屋里肯定还有吃的，让我来偷一点，他答应分我一半的。我冷笑出声，苏淼淼让你来送死，你还真听话，他自己怎么不来？林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浩哥说你手里有刀太危险了，他们不敢来就逼着我来。苏音，你看在我们以前是室友的份上饶了我吧。我松开脚，林月连滚带爬的往后缩，滚回去告诉苏淼淼和赵浩，想吃东西自己来拿，别躲在后面当缩头乌龟。林月捂着流血的头跑了。我把门重新堵上，心里清楚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张虎吃了那么大的亏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
赵浩和苏淼淼也在暗中算计我，我必须主动出击。我回到空间，走到那棵老桃树下，树上结满了拳头大小的桃子，红艳艳的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我摘下一个桃子，咬了一口，果肉入口化作一股暖流，我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，连视力和听力都变得更加敏锐了。这桃树也不是凡品，我把剩下的桃子全部摘下来，装进一个大背包里，然后又去黑土地里挖了一大包泥土。这黑土地能加速植物生长，不知道对人有没有什么特殊效果。准备好一切，我把小火鸡揣进怀里，背着背包走出了房间。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污物，朝楼梯口走去。避难所的物资集中在地下室，张虎他们的大本营也在那里，我要去会会他们。刚走到2楼的楼梯拐角，就听到一阵争吵声，凭什么不给我们发吃的？我们已经交了物资了。这是王大妈的声音。老东西少废话，现在物资紧缺，只有虎哥的人才能分到食物，再吵把你扔出去喂丧尸。一个粗犷的男生恶狠狠地骂道。我探出头看了一眼，2楼的走廊里挤满了幸存者，王大妈正拉着一个壮汉的裤腿苦苦哀求。人群中，苏淼淼和赵浩也缩在角落里，两人冻得瑟瑟发抖。赵浩紧紧抱着苏淼淼，眼里满是绝望。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桃子，在衣服上擦了擦，故意大声地咬了一口，清脆的咀嚼声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。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了我身上，他们看着我手里水灵灵的桃子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吞咽口水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苏音，赵浩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冲过来，你从哪弄来的桃子？快给我，淼淼快不行了。他伸手就来抢，我侧身躲开，反手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，滚远点。赵浩被打懵了，他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敢打我？我是你男朋友。我冷笑，前男友。你跟苏淼淼滚床单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是我男朋友？苏淼淼虚弱地靠在墙上，姐姐你别怪浩哥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就打我吧，只要你肯给浩哥一口吃的。他这副绿茶样真是让我作呕。那个壮汉推开人群走了过来，他盯着我手里的桃子两眼放光，小娘们把桃子交出来，虎哥正愁没新鲜水果吃呢。我把剩下的半个桃子直接扔在地上，一脚踩烂，果汁四溅，想要舔干净啊。壮汉勃然大怒，你找死！他挥起拳头朝我砸来，我没躲，直接从怀里掏出小火鸡，对准壮汉的脸。小火鸡非常配合地张开嘴，呼，一团橘红色的火焰喷涌而出，直接烧焦了壮汉的头发和眉毛。壮汉捂着脸惨叫着倒在地上，周围的人吓得连连后退，看我的眼神像看怪物一样。他会妖术，他怀里有怪物。我把小火鸡重新揣回怀里，冷冷地环视了一圈，还有谁想抢我的东西？没人敢出声。我走到赵浩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想活命吗？赵浩拼命点头，想。苏音，你救救我！我指了指地下室的方向，去把张虎给我叫上来，就说我手里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想吃就拿武器和金盒来换。赵浩愣了一下，你疯了啊！虎哥会杀了你的！我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，不去现在就死！赵浩痛呼一声，连滚带爬地往地下室跑去。苏淼淼看着我，眼里满是嫉妒和恐惧。姐姐，你到底得到了什么机缘？为什么你能在末世过得这么好？我走到他面前，捏住他的下巴，逼他看着我，因为我没有像你一样把心思都花在勾引男人上。苏淼淼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不到10分钟，楼梯口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张虎带着10几个手下冲了上来，他脸上的烫伤已经结痂，看起来更加狰狞恐怖。他手里提着一把霰弹枪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我，臭婊子，你还敢主动送上门来？真以为老子弄不死你？我站在原地没动，从背包里拿出一根翠绿的黄瓜。张虎，做个交易吧，我手里的物资足够你的人吃上1个月，条件是你把这层楼的人全赶出去。我指了指走廊里那些瑟瑟发抖的幸存者，包括苏淼淼和王大妈。张虎眯起眼睛，看了看我手里的黄瓜，又看了看我鼓鼓囊囊的背包，他咽了口唾沫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你包里那点东西？我把黄瓜扔给他，张虎接住，咔嚓咬了一口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在末世能吃到一口新鲜的蔬菜简直是奢望。他几口把黄瓜吞下肚，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他转头对手下吼道，把这些废物全给我赶出去，谁敢反抗直接打死。手下们立刻如狼似虎地扑向幸存者，走廊里顿时哭喊声一片。王大妈死死抱住楼梯扶手，我不走，外面会冻死人的。虎哥，我把孙子给你，你让他留下吧。张虎一脚把他踹下楼梯，老东西滚！苏淼淼拼命往赵浩身后躲，赵浩却一把将他推了出去。虎哥，我把他献给你，他很听话的。苏淼淼难以置信地看着赵浩，浩哥你……赵浩根本不理他，讨好的看着张虎。张虎淫笑着捏了一把苏淼淼的脸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带下去洗干净，今晚送到我房间。苏淼淼绝望地尖叫着被拖走了，走廊里很快被清空，只剩下我和张虎的人。张虎拿枪指着我，现在把物资全交出来吧，
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头。我笑了。张虎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赢定了？我从背包里抓出一把黑土地的泥土，直接朝他脸上撒去。张虎下意识地闭眼，泥土落在他脸上，那些黑土仿佛有生命一般，迅速钻进他脸上的伤口里。张虎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他扔掉枪，双手疯狂地抓挠自己的脸。啊！什么东西？我的脸好痛，就像被什么东西吸干了血液和水分。周围的手下吓傻了，谁也不敢上前。我走过去，捡起他掉落的霰弹枪，熟练的上膛，枪口对准那些瑟瑟发抖的打手。现在谁是这里的老大？打手们扑通扑通跪了一地。姑奶奶，您是老大，我们都听您的。我满意地点点头。很好，现在去把避难所所有的物资都搬到我房间门口，少一样我让你们跟张虎一个下场。打手们连滚带爬的去搬物资了。我踩着张虎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末世先杀圣母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我回到房间，把打手们搬来的物资全部收进空间，大米面粉、罐头、纯净水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我看着这些物资，心里终于踏实了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就算在空间里躲上10年也没问题。但我没打算一直躲着，因为我的小火鸡需要更多的晶核来成长，而晶核只有杀丧尸或者变异兽才能得到。我摸了摸怀里的小火鸡，走吧，小家伙，我们去打猎。避难所的广播突然响了，刺耳的电流声后传来一个冰冷的男声：所有幸存者请注意，检测到大型变异兽群正在靠近，预计10分钟后抵达避难所，请所有人立刻前往地下2层防空洞避难。重复，广播连播了3遍，避难所里顿时炸开了锅，惊恐的尖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。我走到窗边，外面的风雪更大了，能见度极低，但在白茫茫的雪地里，隐约能看到无数黑色的影子正在快速移动，那是变异狼群，每一只都有小牛犊那么大，眼睛闪着嗜血的红光。避难所那扇薄弱的铁门根本挡不住他们。我没有去防空洞，那里人多眼杂，而且一旦被毒死在里面，就是待宰的羔羊。我把霰弹枪背在身后，手里提着剔骨刀，抱着小火鸡走出了房间。走廊里空无一人，大家都逃命去了。我顺着楼梯往上走，来到了避难所的顶楼天台。天台上的风极大，吹得人几乎站不稳。我找了一个避风的角落，趴在边缘往下看。变异狼群已经冲到了避难所的大门前，他们疯狂地撞击着铁门，铁门发出震耳欲聋的哐当声，摇摇欲坠。几只强壮的变异狼甚至开始顺着墙壁往上爬，它们的爪子极其锋利，直接插进混凝土墙壁里，如履平地。很快，第一只变异狼爬上了2楼的窗户，它一头撞碎玻璃，冲进了走廊。紧接着是第2只、第3只。避难所里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。那些没来得及逃进防空洞的幸存者，成了狼群的盘中餐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没有丝毫同情。末世就是这么残酷。弱肉强食。一只体型最大的变异狼王注意到了天台上的我，他仰起头，发出一声长啸。几只变异狼立刻调转方向，顺着墙壁朝天台爬来。我端起霰弹枪，瞄准最先爬上来的一只变异狼，扣动扳机，砰！巨大的后坐力震得我肩膀发麻，变异狼的脑袋直接被轰碎，但枪声也激怒了狼群，更多的变异狼朝天台涌来。我连续开枪，击退了几波攻击，但子弹很快打光了。我把枪一扔，拔出剔骨刀，一只变异狼扑了上来，张开血盆大口咬向我的喉咙。我侧身闪过，一刀扎进他的脖子，用力一划，变异狼抽搐了几下不动了。但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另外2只变异狼同时扑了过来，一左一右，封死了我的退路。我避无可避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怀里的小火鸡突然飞了出来，它迎风见长，它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叫，双翅一挥，2团巨大的火球砸向那2只变异狼。变异狼瞬间被火焰吞噬，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化成了灰烬。火鸟在天台上空盘旋，所到之处，变异狼纷纷被烧死。狼王见势不妙，发出一声撤退的嚎叫，剩下的变异狼夹着尾巴逃跑了。火鸟重新变回小鸡仔的大小，飞回我怀里。它看起来有些疲惫，闭上眼睛睡着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瘫坐在地上。这小家伙真是太给力了。我走到那些被烧死的变异狼尸体旁，拾取地上几颗亮晶晶的晶核，这是变异兽力量的结晶，也是末世里最硬的通货。我把晶核收好，准备回空间休息。就在这时，天台的铁门被人一脚踹开，几个穿着军装、全副武装的男人冲了上来，他们手里端着自动步枪，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我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带头的军官眼神凌厉地盯着我，你是什么人？刚才那只会喷火的鸟去哪了？我慢慢举起双手，看来避难所的广播不是张虎他们弄的，是军方的人接管了这里。我脑子飞快地转动，思考着对策。长官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幸存者，我没看到什么会喷火的鸟，我上来的时候这些狼就已经被烧死了。军官冷笑一声，你当我是瞎子吗？监控里拍得清清楚楚，那只鸟是从你怀里飞出来的，
他一挥手，把他抓起来带回去审问。2个士兵走上前来，准备用手铐铐住我。我眼神一冷，想抓我，没门！我意念一动，直接带着小伙计消失在了原地，回到了空间。天台上，军官和士兵们看着我凭空消失的地方，目瞪口呆。人呢？见鬼了！我在空间里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冷笑出声，惹了我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。我在空间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，醒来后先去看了看黑土地，那些种下去的蔬菜长势喜人，黄瓜已经结了10几根，西红柿也红透了。我摘了一个西红柿咬了一口，酸甜多汁，满血复活。小伙计还在沉睡，看来上次变身消耗了他不少能量。我把几颗变异狼的晶核放在他嘴边，他即使在睡梦中也本能地张开嘴，把晶核吞了下去，身上的羽毛变得更加鲜亮了。我出了空间，发现自己还在天台的那个角落里，外面天已经亮了，风雪停了，阳光照在雪地上，刺得人眼睛疼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天台边缘往下看，避难所周围停着几辆军用装甲车，士兵们正在清理变异狼的尸体，看来军方已经彻底控制了这里。我顺着楼梯往下走，一路上都没碰到人，直到走到地下2层的防空洞入口，才听到里面传来嘈杂的声音。我躲在拐角处往里看，防空洞里挤满了幸存者，军方的人正在给他们分发食物，每个人只能领到1小块压缩饼干和半瓶水，但对于饿了很久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救命的物资了。我看到了赵浩和林月，他们俩排在队伍的最前面，抢到了食物后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没看到苏淼淼，估计是被张虎折磨死在哪个角落里了。那个带头抓我的军官正站在高处讲话，各位幸存者，我们是北方基地的救援队，现在避难所已经被我们接管，从今天起所有人必须服从基地的安排，我们将护送大家前往北方基地，但在出发前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人。军官拿出一张照片展示给所有人看，照片上的人赫然是我，是我在天台上被监控拍下的画面。这个女人极其危险，她掌握着一种能够操控火焰的变异生物，如果有谁知道她的下落，立刻举报，举报者将获得丰厚的物资奖励，并且可以直接获得进入北方基地核心区的资格。人群顿时炸开了锅，这不是苏音吗？她居然还活着！赵浩第一个跳了出来，他指着照片大喊：长官，我认识她，她是我前女友，我知道她有很多物资，她还养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鸡。军官眼睛一亮，你详细说说。赵浩为了讨好军官，把我卖了个底朝天，连我住在哪个房间，有什么习惯都说得一清二楚。林月也在旁边添油加醋，长官，苏音是个疯子，他打伤了很多人，还把张虎杀死了，你们一定要抓住他。我躲在暗处，听着这对狗男女的无耻发言，气急反笑。本来想放你们一条生路，既然你们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从空间里拿出一个扩音喇叭，调到最大音量，对着防空洞里大喊：赵浩，林月，你们俩的嘴还是那么臭，想抓我？来啊，我在天台等你们。说完，我转身就往楼上跑。防空洞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军官反应最快，立刻封锁所有出口。第1小队跟我上天台，他带着10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追了上来。赵浩和林月也跟在后面，想看我怎么死。我一口气跑到天台，把通往天台的铁门死死锁住，然后从空间里搬出几大桶汽油，全倒在铁门和楼梯口周围，退到安全距离，手里拿着打火机，静静地等待着。不到2分钟，铁门外传来剧烈的撞击声。开门，苏音，你跑不掉的！赵浩在门外嚣张地大喊。长官，直接把门炸开吧！军官没有犹豫，爆破手准备。轰！一声巨响，铁门被炸开了一个大洞，士兵们端着枪冲了进来。我冷笑一声，把手里的打火机点燃，扔向了满地的汽油。轰隆！冲天的火光瞬间腾起，整个楼梯口变成了一片火海。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士兵瞬间被火焰吞噬，惨叫声响彻云霄。军官在后面大喊：退，快退！但火势太猛了，根本退不出去。赵浩和林月被困在火海边缘，吓得屁滚尿流。苏音，你疯了？你要把我们都烧死吗？赵浩绝望地大喊。我站在天台边缘，看着他们在火海中挣扎。我早就说过，惹了我谁也别想活。我转身跳下了天台，在半空中，我意念一动，直接进入了空间。我稳稳地落在空间的草地上，外面天台上的爆炸和惨叫声被彻底隔绝。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走到温泉边洗了把脸。这群军方的人太嚣张了，真以为有几杆枪就能在末世横着走。我虽然不想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小伙计已经醒了，他吸收了变异狼的晶核后，体型大了一圈，羽毛变成了暗红色，隐隐透着金光。他走到我脚边，亲昵地蹭了蹭我的腿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干得好，小家伙，
等风头过了我们再出去。我在空间里待了整整3天，这3天里，我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研究空间的新功能。我发现黑土地不仅能加速植物生长，还能吞噬没有生命的物体。我把之前收进空间的那些废弃家具和垃圾扔进黑土地，没过多久就被分解得干干净净，化作了黑土地的养分。这简直是个完美的垃圾处理厂。第3天傍晚，我决定出去探探风声。我出现在天台的角落里，天台已经被烧得一片狼藉，军方的人已经撤走了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烤肉味。我捂住鼻子，顺着楼梯往下走。避难所里死气沉沉，几乎看不到活人。我来到地下2层的防空洞，大门敞开着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地上散落着一些带血的衣物和生活用品。看来军方的人已经带着剩下的幸存者离开了。我正准备离开，突然听到防空洞深处传来一阵微弱的呻吟声。我握紧手里的剔骨刀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。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，我看到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影。看到我，他浑浊的眼睛里爆发出强烈的求生欲。苏音，救我！我错了。他伸出烧焦的手想抓我的裤腿，我嫌恶地退后一步。林月呢？赵浩艰难地喘息着。他跟军方的人跑了，他把我推向了火海。他是个贱人。我冷笑，狗咬狗一嘴毛，你落的这个下场也是活该。我没有杀他，让他在这里慢慢等死，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我转身离开了防空洞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房间的门已经被彻底破坏了，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，但我重要的物资都放在空间里，这里只剩下一个空壳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冰封的世界。军方的人既然盯上了我，肯定不会轻易放弃。我换上一身白色的滑雪服，戴上护目镜，把小伙计揣在怀里，走出了避难所。外面的积雪已经没过了膝盖，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，但我有空间做后盾，累了就进去休息，饿了就吃热腾腾的饭菜。这趟旅程对我来说，更像是一场末日旅行。走了大概2天，我终于看到了北方基地的轮廓。那是一座建在山谷里的巨大堡垒，高耸的城墙上架满了重机枪和探照灯，戒备森严。基地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，都是从各地赶来投奔的幸存者。我混在人群中，慢慢向前移动。突然，前方传来一阵骚动，抓住他！她就是通缉令上的那个女人。我抬头一看，林月正指着我，大声尖叫。她身边站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，正凶神恶煞地朝我冲过来。我叹了口气，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林月穿着一件崭新的军大衣，脸上还化了妆，显然在北方基地混得不错。她指着我，趾高气扬地大喊：“快把她抓起来！她身上有空间异能，还有变异火鸟。”周围的幸存者哗然。空间异能在末世可是极其稀有的存在，相当于一个移动的巨型仓库。几个士兵如狼似虎地扑过来，枪口直接顶在我的脑袋上。老实点，双手抱头蹲下。我没反抗，顺从地蹲在地上。现在跟他们硬碰硬吃亏的是我倒要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林月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苏音，你也有今天，你不是挺嚣张吗？你不是有物资吗？现在全都是基地的了。他伸手就来搜我的身，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你最好别碰我。林月嗤笑一声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他强行扯开我的外套，想找我藏东西的地方，但我身上除了几块压缩饼干什么都没有。东西呢？你把物资藏哪了？林月气急败坏地质问。我耸耸肩，吃了。林月气得一巴掌扇过来，我偏头躲过，反手一记擒拿，直接扣住他的手腕，用力一折，咔嚓！林月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他的手腕被我硬生生折断了。啊！我的手！杀人了！快开枪打死他！士兵们见状立刻拉动枪栓。就在这时，基地大门内传来一声怒喝：“住手！”一个穿着黑色军服的年轻男人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走了出来。他剑眉星目，气场极强。周围的士兵看到他，立刻立正敬礼。首长好！男人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你就是苏音？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膝盖上的血。是我。男人点点头，我是北方基地的指挥官鹿晗，听说你手里有一只会喷火的变异鸟。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林月捂着断手凑到鹿晗身边，陆首长他是个危险分子，他不仅打断了我的手，还杀了很多士兵，您一定要把他就地正法。鹿晗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直接一脚踹在他肚子上。林月惨叫着飞出去好几米远，倒在雪地里吐出一口鲜血。我说话的时候轮得到你插嘴？鹿晗的声音冷得像冰，周围的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鹿晗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多了一丝探究。苏小姐，我们基地现在正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，我们需要你的力量，只要你肯帮忙，基地的资源你可以随便用。我挑了挑眉，危机？什么危机？连你们这些正规军都解决不了。鹿晗叹了口气，指了指基地后方的那座大山，山里出现了一只高阶变异兽。
他已经摧毁了我们好几个前哨站，常规武器对他根本不起作用。我们需要你的变异火鸟来对付他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那座大山被浓浓的黑雾笼罩，隐隐透出一股让人心悸的压迫感。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变异兽。我摸了摸怀里的小火鸡，它似乎也感受到了威胁，不安地扭动着身体。我可以帮你们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条件答应了，现在可以出发了吗？鹿晗收起枪，语气平淡得像碾死了一只蚂蚁。我笑了，合作愉快。我跟着鹿晗上了装甲车，车队浩浩荡荡地朝后山开去。车厢里气氛凝重，鹿晗递给我一份资料，这是那只变异兽的影像资料，你先看看。我接过资料，只看了一眼，瞳孔骤然收缩。照片上是一只体型巨大的变异蜘蛛，它的背上长着一张酷似人脸的花纹，8条腿像钢刀一样锋利，人面魔蛛。我脱口而出。鹿晗惊讶地看着我，你认识？我点点头，前世我就是在末世第5年死在这玩意儿手里的。没想到这一世它居然这么早就出现了，而且体型比前世还要大。这东西外壳坚硬如铁，普通的火焰根本烧不动它，而且它的毒液具有强烈的腐蚀性，一旦沾上连骨头都会化成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次恐怕是一场硬仗。车队在山脚下停了下来，前方的道路已经被破坏殆尽，装甲车根本开不进去，全体下车，步行前进。鹿晗一声令下，士兵们纷纷跳下车，端着武器警惕地注视着四周。我把小火鸡从怀里掏出来，放在肩膀上，小家伙，今天看你的了。小火鸡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紧张，它抖了抖羽毛，发出一声嘹亮的鸣叫，只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嘎吱声。突然，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士兵发出了一声惨叫，他整个人被一根透明的蛛丝倒吊了起来，瞬间拉进了黑雾深处。敌袭，散开！鹿晗大吼一声，枪口对准四面八方，黑雾中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，像是无数把钢刀在摩擦。紧接着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黑雾中显现出来，人面魔蛛。他那张诡异的人脸花纹正死死地盯着我们，8只复眼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人面魔蛛庞大的身躯像一座小山，它张开长满獠牙的口气，喷出一股绿色的毒液，毒液像雨点般洒向士兵。快躲开！鹿晗大喊，但还是有几个士兵躲闪不及，被毒液溅到，他们惨叫着倒在地上翻滚。这毒性太霸道了，剩下的士兵疯狂开火，子弹打在魔蛛的硬鞘上，溅起一串串火花，连个白印都没留下。魔蛛被激怒了，他挥舞着锋利的前肢，像收割机一样冲进人群。鹿晗目眦欲裂，他端起一把重型反器材狙击步枪，瞄准魔蛛的一只眼睛，砰！巨大的枪声震耳欲聋，穿甲弹精准地击中了魔蛛的复眼，魔蛛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，绿色的体液喷涌而出，他瞎了一只眼，变得更加疯狂，8条腿乱舞，将周围的树木巨石全部砸碎。苏音，让你的火鸟上！鹿晗冲我大喊。我点点头，拍了拍肩膀上的小火鸡，小火鸡振翅高飞，在半空中瞬间变身成巨大的火鸟。它浑身燃烧着金红色的火焰，像一颗小太阳，驱散了周围的黑雾。火鸟发出一声清脆的啼鸣，俯冲而下，直接撞向魔蛛的后背，熊熊烈火瞬间将魔蛛吞噬。魔蛛在火海中疯狂挣扎，发出刺耳的尖叫，它的硬鞘在高温下开始皲裂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焦臭味。有效！我心中一喜，但下一秒，魔蛛突然停止了挣扎，它背上的人脸花纹猛地张开，喷出一股黑色的冰雾，冰雾与火焰碰撞，发出剧烈的爆炸声，大量的水蒸气弥漫开来，火鸟的火焰竟然被压制住了。魔蛛趁机吐出一张巨大的蛛网，将火鸟死死地罩在其中。蛛网极其坚韧，火鸟越挣扎收得越紧，甚至勒进了它的皮肉里。火鸟发出痛苦的哀鸣，身上的火焰渐渐熄灭，体型也开始缩小。不好！我脸色大变，魔蛛居然进化出了冰属性的技能，专门克制火鸟。魔蛛一步步逼近被困的火鸟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准备将其吞噬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小火鸡被吃掉，我拔出剔骨刀，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。苏音，你疯了！鹿晗在后面大喊，我根本听不见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救出小火鸡。我顺势用力一划，直接在他背上开了一道半米长的口子，绿色的体液喷了我一脸，恶臭扑鼻。魔蛛彻底暴怒，他放弃了火鸟，扭头朝我咬来，巨大的獠牙近在咫尺，我甚至能闻到他口中的腥风，躲不开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意念一动，直接带着魔蛛进入了空间，一阵天旋地转，我和魔蛛同时出现在空间的黑土地上。魔蛛庞大的身躯压倒了大片蔬菜，它显然没搞清楚状况，茫然地环顾四周。我趁机从他背上跳下来，退到安全距离。在我的空间里，我就是绝对的主宰。我心念一动，黑土地剧烈翻滚，无数黑色的泥土像触手一样破土而出，瞬间缠住了魔蛛的8条腿。魔蛛拼命挣扎，但黑土的吸力极大，
它越挣扎陷得越深，黑土开始疯狂地吞噬魔蛛的生命力。魔蛛发出绝望的嘶吼，它喷出毒液和冰雾，但对黑土毫无作用。不到10分钟，那只不可一世的高阶变异兽就被黑土地彻底吞噬，连一根毛都没剩下，只在原地留下了一颗拳头大小的透明晶核。